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二加特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打的位置是打野位，但是它是一个常规来说它是打上单的但是补位嘛是吧？英雄联盟的传统机制，操控你的比赛。操控你的胜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二加特打野的效果如何。其实好早之前就已经讲过二加特这个英雄，你看到没有？这里的一个刷野速度它不是说那种打野就是专门拿来打野的一种玩法，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是蛮强的，二加特打野。这里的话，等这个被动刷新出来的时候才开 W， 强化这个被动的品类伤害这里先刷这个红 buff， 然后再回头去拉那个 F4。也好吧，没有拉野的技巧，纯是什么努力与汗水没有数值可言是吧？然后好了，来拿这个河道蟹，一技能顶一手，惩戒收掉。皇子说我 EQ 了个寂寞。这里打了起来。A 出来了，但对方是吧？万豪的被动有这个被动的情况下，他那个回血能力会比较强。这里有点张兵线的嫌疑大家不要学以此为鉴。反正整体来说，这里面如果没有来这里去帮忙守一守的话，其实这刷野速度还是蛮快的。对面皇子这时候肯定在河道蟹那里吃河道。两边这种互相撞见制造自己这种情况，其实很难说打得起来的，所以就老老实实的刷野就行了。随着等级，就是二技能等级的提升它的 W 的它那个被动就会刷新的非常快。好了。这里可以看到他刷一组野，这刷蓝 buff 的时候，这速度是有多快如果你觉得你的刷野，就是说你感觉玩，比如说你补位补到打野了，但你打野感觉玩的很一般，然后刷野速度也不够快，也不怎么会刷野技巧什么的话，那很恭喜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一个加里奥。这里直接抢人头，安妮没有，我还以为安妮扛塔扛死了，原来那个是发条的尸体。这里看到皇子漏了，第一时间是回头去看一眼。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并没有说带三黄或者三红这种偏输出型的符文，反倒是直接就是带三绿。他这套符文和出装完全可以拿来上路，就是说直接使用在上单，知道吧？来了，这种到了满级的二技能以后完全就不用去说要去取消掉，可以一直开着，而且不耗蓝那些的。它是不耗蓝量的，大招锁到，
抢人头这个大招是真的很舒服。虽然说只能斩杀一个，但只要到了斩杀线，是吧？对方就跑不掉。对面皇子到现在啊也没有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帮助。有野，皇子赶过来，往后撤。不过说实话，他如果进入到逆风局，就是队友不太行的话，其实还是挺难赢的。厄加特打野的话，我感觉。但只要队友军事局，那他只需要刷野，做好刷野，然后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去入侵，都可以打出一些不俗的一些效果出来。好了，来入侵野区了，这种就是刷野快的好处。但好像刷完了。这里的话，对方应该是刷野比较慢，这也就是刷野慢的一个好处啊。刷野慢的好处就是你反他野的时候，你过来是还没刷新的这个蓝红 buff。这边应该在打龙，龙的话应该是没了。往中路放个先锋，把中路一塔给破了。开疾跑啊，过来。找一波机会，看看能找到吗？哇，被拉到，一技能往回顶啊，伤害还是吃太多了。就厄加特这英雄，你别看他是不是坦克什么的，他其实不是很能扛伤害。他的伤害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对方主动来切他，或者说切他队友的时候，他的被动将会打出成吨的伤害。但如果说你要让他去主动的去开团，他很容易会暴毙。如果 E 技能起手，E 技能的护盾其实也不是很厚，虽然说有加强他的那个基础伤害那些但就那样。你们待会看第2局，他打上单，已经很大的优势，但是队友不行的话，他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而且他的 E 技能好像是穿墙穿不了的，穿不了墙，这个不是很理想。如果他的 E 技能能穿墙的话，这个英雄的上限将会高很多。来了，过来大招先秒掉一个，抱回来，把被动打满。然后这边对方这样子过墙的话就追不了，因为他没有带闪现，所以没有太多过墙的能力。诶，这里有个逮到了一个落单的平 A 一直平 A。好了，这里来到了2件套。哎，这个鳄鱼的名字有点意思啊，漂亮的厄加特，我靠！鳄鱼的 ID 还是挺搞的啊，可能他也是玩厄加特的，没想到厄加特被他拿了。E 技能触发以后它是有护盾的。其实 Q 技能的话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不过倒是远程能消耗敌方英雄，但还不如人家贴脸上来以后给那个 W 伤害E 技能提升以后，你知道吧？技能往回拉扯对方是吧？也能去吃一点这个护盾的话，能吃到一点点的伤害，吃更多的伤害吧。
要上去抓这3个人了。这边清完中路线往上靠就行了，露露应该是跑不了了。开机炮，赶紧过来救！找到对面的后排，没给大招，还行，但这边吃伤害吃到死。鳄鱼很舒服啊，这波有这个破剑者推塔能力啊，肯定是很舒服的。高地还真能破掉，这边只要守住就行了，守住高地。那赚的肯定是蓝方这边，因为对方掉的高地啊，高地的性价比是有超级兵，相当于有一条路，他们不能说，就是说每到关键时刻都要去管一管这条路。想去刷野啊，那对方一直在自家野区这边这样子打的话，其实可以尝试去抢这条小龙。因为对面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哦，完了被泡起来了，那龙应该是没了吧？哦，惩戒抢下来了，啊，对面的那个谁是个罪人，对面的打野千古罪人，这能被抢的啊？这边吃了成吨的那个伤害，可以看得出来啊。这家的打野的话，属于那种比较混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他有很强的 carry 能力嘛，其实没有，但就是属于比较混。然后呢，他的刷野速度很快，伤害嘛，还是得看阵容。如果厄加特有那种奶妈或者说情侣这种，哦。过来送，对方 EQ 来得太满了，大招锁到，这边那女枪的大招她是真全部吃满，为什么？每次都是一套一套的控制给到她身上，确实皇子的大招配女枪的大招啊，这个。只要对面没有位移技能就很舒服，没有过强的那种位移技能，或者说第一时间就要把闪现给交出来。可以看到了，他刷野就真的就是朴实无华，这里大招直接锁死，哇好，就是他的大招会让很多英雄啊，他的操作上限降低的，有一些英雄他残血就是上限很高，比如说像那个奥拉夫，或者说那个谁啊。蒙多这些啊，如果说他能很关键的把这个大招给出去，然后对方的血量就是一直被压在很不健康的状态下的时候，他就不可能说啊，我就是残血的时候、失血的时候，我才再开大招锁那个把血量抬上来，就直接到了血量那个时候就直接锁掉，就是会。克制对面，比如说对面有个高手是吧？就是4个人、5个人里面有一个高手，你就大招就专门给那个高手，扩大降低他的上限，让他的操作啊没办法去施展开。看看能不能逮到，上来一技能爆。大招直接锁，女枪又要开大招了。这露露也不靠过来啊！
队友感觉都挺呆的，一个都不过来帮忙。鳄鱼单带狂魔属于是，还想反打。一技能过强啊，露露救到人了，还行。哇，这里还被泡起来，还要回头浪，这样的话，露露的大招又交出去了。对面在打啊中路，然后这边赶紧的把这个龙魂给拿到。哦，没有龙魂，第一条龙是对面拿的。哦，对，这边换一个。到后期，为啥这英雄就很呆了？就是他那个后期扛不动，而且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有种怎么说呢？切后排切不太动，扛嘛也扛不太动。但他其实，你这种玩阵地战的话，其实厄加特还是挺强的，就看他的阵容，所以厄加特还是比较吃阵容。来了。这边找机会过来，哇，先秒一个，大刀直接给啊！这伤害其实也不低，但就是说你要去1打多的话，厄加特这个发育再好，其实也很难做到。而且打射手他感觉就是手太短了，容易被对面抽陀螺，就是放风筝。远程去消耗啊，拉扯，这是很容易的。他其实应该要做一件那个，这个对蓝盾制造，对暴击伤害是有点痛啊。你别看这女枪啊。他这套出装，射手出装的话，女枪虽然说破甲流啊，伤害特别高，爆发也高，特别是大招伤害那一下，但它真正关键还是在于，它就是说你要上限高的话，射手还是要攻击那个频率得高起来。这里哇，大招空了，但没关系，凭 A。卡莎开始发威了，这卡莎最后一波团终于看到有那种画面感了啊！这一把的话应该可以直接一波了，因为在对面的高地造成了一个团灭啊，普通的兵线也是能推掉的。那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的话还有2局啊，但是都是打的是边路上单的一个位置。